夏言，这个家的一切很快就是我的了。表妹偷我用过的避孕套，想怀上我老公的孩子取代我，但是我没有阻止，还默许了她的行为，因为表妹的孕检单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居然打我！结婚5年你都没有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既然你也知道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其实沈月肚子里是我的孩子。这明明说你沈月爱我，她宁愿偷我们的避孕套去做试管，而你呢？你又为我们付出了什么？你以为我没为你做过试管吗？每次不到3个月，孩子就自己流了。医生说明明是你。战成哥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他读书的时候自己玩坏了身子，还把责任推到你头上。沈月，你胡说什么？当初我们一起上学，是你父母要把你嫁给老光棍换彩礼，我帮你攒学费，帮你逃离大山。还有你当初连饭都吃不上，是我帮你白手起家，你们居然合起伙来背叛我！没人逼着你给我儿子花钱，你倒贴给我儿子，那是我儿子有本事，傅家3代单传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就断了我们傅家的香火吧？唉，虽然是你表妹怀了我的孩子，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只要把公司给我，这个家一样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家产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交给你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能去死好了。耽误了我儿子这么久，就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补偿给我们。夏言，只要你死了，夏氏就是我们的了。傅展琛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这样这么对我？夫妻，其实从一开始接近你，就是为了钱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来世，我一定要让这些人血债血偿。因为我是重生的，上辈子伤害过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醒了。你干嘛？老婆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对，我梦见你出轨了。老婆，梦都是相反的。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出轨呢？敢背叛我，代价你承担不起。表姐、表姐夫，你们睡醒了吗？进来吧。表姐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想请1天假。请假？我看是想去做试管吧。表姐，老公，既然沈月身体不舒服，
那就麻烦你陪他去趟医院吧。好。原来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俩就已经勾搭上了。沈月怀孕只是加快了傅展成与我彻底决裂的速度，可是老公、表妹背叛我的后果，这辈子你们承担得起吗？展成，来，展成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表姐离婚，和我结婚？夏言就算生不了孩子，他也是夏氏的总裁，而你只是他资助的保姆。沈月，要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傅展成，等我怀上孩子，我就不信你跟夏爷不翻脸。帮我换掉沈月的避孕套。想生孩子，我满足你，但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说了算。表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表妹，你不是单身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呀？我男朋友跑了，可能在陪其他女人。表姐，我可以在你这养胎吗？你结婚5年都没能怀孕，不过相信凭我的运气，你也很快会怀上的。啊，老婆，我觉得沈月说的对，咱们把她留下来，就凭她的运气，我相信很快咱们也会有宝宝的。好呀，沈月是我的表妹，我作为表姐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上辈子我瞎了眼，把沈月当亲妹妹一样照顾，她却联合我老公一起害死我。这辈子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老婆，你真好。谢谢表姐。蠢货，等我生下孩子，傅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你刚刚不是说你男友跑了吗？那这个是谁弄的呀？你看错了吧？你看错了。这个家里只有我老公一个男人，你的男友究竟是不是我老公？老婆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出轨呢？她还是你表妹。表姐，你供我读书，还给我提供工作的地方，我怎么可能勾搭表姐夫呢？你要是不同意我在这养胎，我走就是了。站住！老公，我表妹肚子里的孩子是……我表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？老婆，你这误会了，我一直把沈月当妹妹看了。老公，你不用瞒着我，我表妹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很开心。表姐，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，你还高兴？沈月，你怎么……我当然开心。傅家3代单传，总不能因为我生不出孩子就断了香火吧？老婆，你真不介意？我当然不介意。表妹，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拿他像亲骨肉一样对待。我不会赶你走，我还会找全城最好的保姆照顾，让你顺利生产。你还要给他找保姆？我都要抢你老公了，
你居然还请保姆照顾我，真是个蠢货。请什么保姆？真是浪费钱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看我的孙子了。昨天沈月产检，就是我陪她去的。夏言结婚5年，连个蛋都生不出来。一个女人挣再多的钱，生不出来孩子有什么用？我看呀，不用请什么保姆呀，直接使唤夏言就行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虽然沈月是给我生孩子，但是夏言才是我妻子。对啊，阿姨，这样不好吧？毕竟我才是这个家的保姆，哪有雇主反过来照顾保姆的？叫什么阿姨？以后叫妈。以后呀，家里有什么活，直接让夏言来干。夏言，你没意见吗？妈说的对，沈月怀了我老公的孩子，我作为正妻，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我肚子有点饿，可以麻烦表姐帮我盛碗汤吗？堂堂夏氏总裁，竟然变成了小三儿的保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好呀。坐。妈，你也坐。好好好。不对，肯定不对，还有点过于温顺了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在找机会让你流产？这个装模作样的贱人，他要是敢伤害我的金孙，我跟他拼命！妈，先别着急，等会儿让我先试试。哎，我的血！啊，表姐，我怀孕了，不方便弯腰。既然你说你要照顾我，要不你跪下帮我换双鞋？沈月，你居然想让我对你这个小三下跪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怎么了，表姐？你不愿意吗？刚才说的那么好听，我看都是装出来的吧。行了，夏言起码是我的妻子，让她下跪有点太过分了。夏言手上有股权，万一把她逼急了翻脸，那我损失可就大了。傅展成为人谨慎，最会装样子。在没有得到下世之前，他果然舍不得伺候你。果然是千金大小姐，连伺候人都不会。妈，夏言是沈月的表姐，确实不会伺候人，但是在经济上面肯定不会让沈月吃亏的，是不是啊，老婆？每次吵架，傅展成都是这样，看似替我说话，实际上是在逼我出气，然后再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让我求着他收下。沈月怀了你的孩子，我当然不能在物质上亏待她。那你要送我什么？你怀孕了，肯定要经常做产检，那我送你辆车吧，这样你做产检也方便。什么？你要送我车？蠢货！我抢你老公，你竟然还要送我车？老婆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沈月怀了咱家的孩子是大工程，送她辆车算什么呀？老婆，你真贴心。但是要买车的话，法拉利怎么样？不行。夏言，你果然是在假装大方，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害沈月流产。表姐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们都误会了，孕妇不适合坐法拉利，我已经提前买好了迈巴赫。表姐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！真是个冤大头，活该被人吃绝户。这辆车还没过户，要想拥有它，需要你们的身份信息跟签字。怎么还要身份证啊？要不还是我来办吧。这是我的心意，怎么能让你代劳呢？老公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
你们两个人现在还没有离婚，就算出了什么事儿，是要共同承担风险的。我看呀，夏言翻不起什么脑。对呀，展成，趁他现在脑子还不清醒，你赶快签了吧。行。签了这个合同，这个迈巴赫就是你们的了。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翻新事故车，上面背着4条人命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这份礼。夏言，你说要送的车呢？10个月了，就算是现造，也该造出来了吧？怎么到现在连个车轮子都没看到？老婆，是不是过户出什么问题了？这女人该不会是反悔了吧800万的迈巴赫已经全款付清，完成过户了。只不过这800万是用你们身份的信息贷款付清。什么？太好了，我有车了！老婆，沈月现在开车也不方便，你怎么不把证件交给我保管啊？800万的车，万一沈月偷偷把车卖了怎么办？这是奖励给沈月怀孕的礼物，当然得交给她来保管了。沈月现在怀孕了，开车太危险，还是让我来保管吧。平时我买菜开个车还方便些啊。不用了。还是交给我来保管吧。沈月，你都快生了，安心养胎啊。知道了，展成哥。好你个抠搜男，我为你做事过，你竟然还这么防着我。注意点儿，夏言还在呢。最重要的是他手里下士的午饭。别急，这只是奖励你怀孕的礼物。等你生下了我老公的孩子，我就把夏氏继承人的位置奖励给他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老婆，你说真的？当然啦，我这辈子可能都怀不上孩子了。老公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当然有资格做夏氏继承人了。前提是这个孩子是你。老婆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最好的老婆。等我得到夏氏，就把你扫地出门。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让我表妹怀孕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体验当母亲的感觉。这是我用你们的身份证借高利贷的，利息比本金还高。孩子出生，你们不仅继承不了夏氏，还要陷入债务危机。表姐，你对我真好，我一定会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夏言，我怀上你老公的孩子，你竟然还要让孩子继承夏氏，你这样的蠢女人，天生就该被人吃绝户。我羊水破了！展成，我好像要生了，快去医院！快去医院！夏总，上次您让我做的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很好，一会儿你把他送过来。对了，告诉史密斯先生，他捐精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也邀请他来医院一起看看吧。好戏终于要开场。咱们傅家这下总算有后了。你说这得是个男孩吧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孙子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夏总，听说你要宣布夏氏继承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老婆，这些记者呀，都是我叫过来的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孩子出生就可以继承夏氏。我让记者们都过来见证一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夏言，有这些记者在，我看你怎么赖账。
老公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介意呢？我当然不介意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当爹。大家好，我是夏言，今日我要在此宣布夏氏继承人一事。夏总，您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今日宣布继承人一事，是怀孕了吗？我没有怀孕，怀孕的人是我家保姆，就是刚刚那个进产房的女人。什么？副总竟然出轨保姆，保姆还怀孕了？什么出轨？明明是沈月心有儿子，她能怀上，那是我儿子有本事。只要能确认保姆的孩子是我老公亲生的，那我就会在继承协议上签字，确认他是夏氏继承人。夏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孩子不是副总的？这保姆人品败坏，都能和已婚男乱搞，谁知道外面有没有别的情？夏言，乱说什么呀？这孩子就是我孙子。妈，你别误会，夏氏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，我当然得认真一点了。老婆，你这是不信任我呀？如果确认是亲生的，那我把夏氏20%的股份让给你，作为对你的补偿。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什么叫补偿啊？都是一家人，多见外啊！生了，终于生了！谁是孩子家属？我的龟孙呀，快让奶奶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看我的大孙子，你躲什么呀？你们是孩子亲属，对，我是孩子父亲。新生儿不能见缝，要不等会儿去病房再看吧。啊，行，那你先把孩子抱回去吧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让夏言把继承协议签。站住！老婆，现在孩子也出生了，继承协议是不是该签了？夏言，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，你不会耍赖吧？口口声声说爱孩子，实际上最爱的还是钱。希望你们看见孩子后，你能接手现实，不耍赖。到底是不能见风，还是不能见人？老公，这护士连孩子的面都不肯让我见，你就不怕有什么问题？这孩子的面我都没见到，我怎么能放心说他是夏氏继承人呢？再说夏氏继承人这么重要的事儿，肯定要当着记者的面才能显着重要的意义啊。对，就应该让他当着记者的面宣布，要不然夏言耍赖怎么办？只要能证明这孩子是亲生的，我就可以在这上面签字。但如果不是亲生的，这对夏氏的影响可是很大的。老公，我希望到时候你能负起责任。行，只要孩子不是我的，我负全部责任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孙子怎么会是个洋宝宝？大新闻，副总的小三竟然生了个洋宝宝，肯定能上头条。别拍了！傅展辰，喜欢我送你的这份礼物吗？你看着对吗？你是不是报错了？我没有，你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可能是表妹怀孕的时候酱油吃多了。孩子一出生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他肤色怎么这么重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沈月给我儿子戴了绿帽子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你自己抱错了孩子，你还推卸责任，还诬赖我被戴了绿帽子。哎，你信不信我告你们医院？对，到底把我孙子弄哪了？把真正的孩子挑出来！我真的没有。副总，请问你出轨小三后又被小三出轨是什么感受？副总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小三能生个洋宝宝？大家都冷静下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
夏言，你笑什么？这孩子不是亲生的，那我就没办法在这上面签字了。肯定是你把孩子给换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又是你！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呀？不仅亲自照顾自己老公的小三儿，还送豪车，原来是你想把孩子换掉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所有人里边最期待孩子出生的呀！放屁！你怎么可能会期待小三的孩子？明明就是你从中作梗，换了孩子！这医院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蠢到当着大家的面把孩子换成一个外国小孩呢？哎，这谁不知道这是你们夏氏的医啊？明明就是你换了孩子！说，我的孙子到底在哪里？把孩子还给我！夏言，你别以为把孩子给换了就能抵赖了。等我们找到孩子，孩子一定要继承夏氏，而你也要辞去夏氏总裁的位置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证明这个孩子是我现在换。儿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要查监控。哎呀，这监控马上就要调出来了。夏言，你要是把夏氏的股份现在全都给我，再回去好好的当保姆，我可以不报警。等会儿回家呀，再给我们做个4菜1汤，还要给我膝脚捶背。这些话还是等看到监控再说吧。夏言，你偷换了孩子，现在竟然还在来狡辩！记者同志们，你们好好曝光这个坏女人，要替我们做主呀！换孩子是违法的，您放心，如果夏总真做了这样的事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报复的。对，您放心，我们全程进行直播呢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监控调出来了，夏言，监控已经出来了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！夏言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等我接管了公司，你就回归生活，好好伺候我就行。孩子的确是从沈月小姐的产房里抱出来的，夏总没有换孩子。不可能，你再来一遍。副总，无论您再看多少遍监控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孩子确实是沈月小姐生的。副总，请问您被戴绿帽子什么感觉？育人者人律之。副总，您作为婚内出轨的一方，您对于喜当爹有什么看法？沈月这个贱人，竟敢骗我们！他一会儿出来，我非撕了他的嘴！妈，闭嘴！傅展辰，你也有今天。展辰，你怎么？记者同志，您别误会了，沈月不可能出轨，这孩子他就是我的。展辰，你疯了！这孩子一看都不是你的。已经闹成这样了，现在咱们必须要拿下夏家。这孩子不管是谁的，现在必须是我的。那个贱人给我戴了绿帽子，等我拿下了夏家，再好好收拾他。沈月在孕期呢。他太阳晒多了，把孩子给晒黑了，你说巧不巧？见谅了。对，其实仔细看着孩子的眉眼啊，和展辰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傅展辰，你为了利益，竟然连绿帽子都抢着戴，你这样的人，为了钱，还有什么事是做得出来的？您是说您和小三两个黄皮肤，生了一个黑皮肤的洋宝宝？副总，您为了抢你老婆的公司，竟然硬认野种当孩子啊？什么野种啊！小心我告你们诽谤啊！记者同志，没有证据的话少说啊！只要我不做亲子鉴定，这孩子就是我亲生的。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下世。记者同志，没有证据的话少说啊！傅展辰，你确定这个外国小孩是你亲生的吗？什么外国孩子？他就是我的种。那夏言，按照约定，你是不是要把夏家继承给孩子了？既然你说这孩子是你亲生的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要什么证据啊？你看看这孩子的眉眼，跟展辰小时候简直长得一模一样。老婆，我这么爱你，跟你结婚了整整5年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爱我，傅展辰，我们
夫妻一场，你真的要这么对我？夫妻，我要是一开始接近你，就是为了钱呢。上辈子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口中的爱，所以才被你们联手害死。夏氏是我父母的遗产，继承人的事我肯定要慎重。既然你说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，那你敢不敢在记者面前重新做一次亲子鉴定报告？再做一次亲子鉴定，起码要3天时间。要不咱们先让孩子继承了夏家，鉴定报告咱们再说。不行，必须现在做亲子鉴定。夏言，我看你就是在耍赖。老婆，沈月给我生个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但是现在不是你胡搅蛮缠的时候。我胡搅蛮缠？我看是你们在胡搅蛮缠。你以为你一口咬定这孩子是你亲生的，我就没有办法了是吧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沈月怀孕期间做的亲子鉴定，是不是你的孩子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不可能，这个肯定有问题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这报告肯定有问题。夏言，你把报告给我。你们都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妈，这可是你心心念念盼来的亲孙啊！虽然不是傅展成的种，但也是无辜的呀。你不要把这个孩子给伤害了。我知道你们接受不了现实，可是事实就是这个孩子确实不是你亲生的，所以我在此宣布这个继承合同作废。谁说我给展成戴绿帽子了？真正的孩子在我这儿呢。谁说我给展成戴绿帽子了？真正的孩子在我这儿呢。怎么又多了一个小孩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沈月的产检报告我看过，她明明只怀了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又是从哪里来的？那羊宝宝不是展成亲生的，我怀里这个才是展成亲生的宝贝。我就说嘛，我儿子不可能喜当爹的。沈月，这个羊宝宝是怎么回事？产房里有2个产妇，这个羊宝宝是另外一个产妇生的。你们一上来就说是孩子的亲属，也没人问我孩子是哪个产妇生的。哎，那你怀里的这个是我亲生的，这检测报告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个检测报告是假的。假的？肯定是表姐嫉妒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所以从一开始就布好了这个局，目的就是伪造报告，骗你们孩子不是亲生的。我伪造报告，到底谁骗谁？沈月，你心里清楚。夏言，你好恶毒的心呀！老婆，你就算是生不了孩子，你也不能嫉妒沈月伪造报告啊，是不是？夏总，您作为夏氏集团的总裁，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，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？我没有，这里肯定有问题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夏言，你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，必须要对我们做出补偿。夏言，咱们呢，怎么说也夫妻一场，实在不行，你让孩子继承了夏家，然后再把所有的股权都补偿给我们，我们就既往不咎，怎么样？夏言，咱们呢，怎么说也夫妻一场，实在不行，你让孩子继承了夏家，然后再把所有的股权都补偿给我们，我们就既往不咎，怎么样？我没有伪造报告，这孩子肯定不是亲生的。我要求重新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表姐，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怀里这个就是展成亲生的。老婆，你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把夏氏还有股权全都给我们吧。你们不做亲子鉴定，我是不会签字的。鉴定报告要3天才能出来，展成，我看他就是故意在拖延时间。这家医院是夏氏集团的，只要我想，半小时之内就能出结果呀。沈月，要不你还是做个亲子鉴定吧。他都说了，医院是夏氏的产业，表姐是夏氏的总裁，万一他再偷偷做手脚，再次陷害我怎么办呢？展成，我怀这个孩子已经够辛苦的了，本来以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就
么多记者看着呢，还不敢做手脚。你放心，只要孩子是我的，我就能拿到夏氏和股份，到时候给你出头。可是这……你这么支支吾吾的，该不会孩子真的有问题吧？如果这个孩子是傅展成亲生的，那我就把夏氏所有的股份都给你们作为补偿。老婆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但如果这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你不仅得不到夏氏和股份，还要净身出户。我没有伪造报告，这孩子肯定不是亲生的。他竟然是夏总的老公，难怪敢借800万的高利贷。兄弟们，走，咱们讨债去。翟晨哥，我害怕，我怕他又偷偷做什么手脚。哎呀，别害怕，我呀不仅是孩子的父亲，也是你第一个男人，我会保护好你。沈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夫，昨晚你喝多了，我们……昨晚是你第一次？但是姐夫你放心，昨晚的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求你不要辞退我。夏言那么强势，算什么女人啊？沈月年轻又会撒娇，还把第一次都给了我，这才是我心中女人该有的样子。我是你第一个男人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。放心，等我拿到了夏氏和股权，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这个亲子鉴定，我做定了。夏总，你放心吧，我确定当时把避孕套换掉了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史密斯先生说他快到医院了。好。夏言，你就别白费心思了，这么多摄像头都看着呢。我看你今天啊，还怎么造假？夏言，把公司交给我吧，你一个女人啊，该回归家庭了。别急啊，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亲子鉴定只会是一个结果，这孩子肯定是我的亲孙子。夏总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夏总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怎么，你们还不死心啊？我看不死心的人是你吧？夏言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可以在家给你留一个保姆的位置。到时候让他给咱们端洗脚水。真是痴心妄想。夏言，你还是这么高高在上。你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什么最重要？是面子。自从入赘你们家以后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所有人对我的印象都是你夏总的老公，而不是我副总。你知道对我伤害有多大吗？照你这么说，当初我让你进夏氏当总经理是我的错。傅展成，你知不知道，男人的面子是靠自己挣的，不是靠别人施舍的。你给我闭嘴！现在我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扬眉吐气，做堂堂正正的夏氏总裁。现在我可以施舍你，继续留在夏家。你做梦！儿子，还跟这个毒妇废什么话？
赶紧把亲子报告结果打开，看看还怎么狡辩。对啊，副总，快打开看看吧。展晨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我的金孙。夏言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你亲生的？好了，现在亲子鉴定报告也做了，孩子确实是我亲生的。你是不是得履行承诺，把公司和股权全都给我了？不可能，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。夏言，你是夏氏的总裁，你代表的是夏氏的形象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！是你，还是你搞的鬼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一个刚收场完的夫人，怎么搞鬼？难道你是小赖账不成？夏言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夏言啊，一个人多辛苦啊！你不如把股权和公司都交给我，你退居幕后，好好生活。是啊，夏总，您刚刚承诺过的，只要是您老公亲生的，哪怕是保姆的孩子，也能够继承夏氏，该不会后悔了吧？夏总，您大张旗鼓的做亲子鉴定报告，结果出来了却不履行承诺，您是想借这件事情炒热度、直播带货吗？夏总，请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夏总，不好了，网友认为您恶意炒作，消费观众情绪，对夏氏的意见很大。现在公司股价大幅度下跌，已经有好几个合作方准备撤资了。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各位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他。傅展辰，你又准备搞什么鬼？我知道夏言为了炒作这些手段确实是肮脏类型，但是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想你们这么伤害她。夏言，只要你愿意回归生活，我可以给你遮风挡雨，我可以保护你一辈子。夏总，您看看人家，刚才你还在挑逗他，现在他又维护你，多好的男人啊！夏总，你老公这么温柔体贴，你怎么能够这么践踏他的真心呢？如果他真的温柔体贴，他又怎么可能一边吃着软饭，一边跟我的妹妹上床？他不过是博取你们的同情心，来向我施压。夏言，在你心里你就这么想我的吗？夏言，我看你就是耍赖不成，故意造谣诬辩我儿子。姐姐，你身为夏氏总裁，却谎话连篇，出尔反尔，这以后谁还敢买你夏氏的产品啊？对，今天你要是不履行承诺，我就带头呼吁抵制夏氏。对，抵制夏氏，抵制夏氏。我的孩子怎么是个洋宝宝？难道不行？你来。要半途，还好我早就买通了护士，不仅和其他产妇调换了孩子，还伪造了亲子鉴定报告。夏夜，这次你输定了，你的老公和公司很快就是我的了。表姐，现在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你不如就把公司和股权乖乖的交出来吧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，觉得一切都在你的掌控里？你什么意思？夏氏医院所有的亲子鉴定都是有水印的，这亲子鉴定是不是真的用紫外线灯一照？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技术？夏言，
我看你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夏言，别狡辩了。以前我采访过医院的院长，夏氏的医院确实有水印。就算有这种技术，又能怎么样？你检查100遍，这孩子也是展成的种。夏言，舆论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。你应该做的就是顺应民众的呼声，把公司还有股权交给我来打理，而不是在那儿嘴硬。嘴硬？我是不是嘴硬？不用灯一照便知啊。没用的，现在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孩子就是我亲生的。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啊，都是困兽之斗。哼，公司和股权很快就是我儿子的。别怕，只要孩子是我的，我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。可是这个亲子鉴定报告是伪造的。这个亲子鉴定报告没有水印，是伪造的。什么？竟然是假的！这孩子难道不是副总的？所以刚才是我们冤枉了夏总。夏言，是不是你又动了什么手脚？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一起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夏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怎么，你不敢？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珊珊，我只有过你一个男人。很好，那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又如何呢？让你彻底死心。但是啊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孩子是我的，你不仅要把股权和公司给我，还得让你净身出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如果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要赔偿我1000万，作为夏氏名誉的损失，你敢吗？不行，夏爷这么恶毒，他肯定是故意设陷阱，等着你往里跳呢。我们不能上当。你不想做总裁夫人了吗？这孩子是我的，咱们赢定了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只是怕你被他算计。只要孩子是我的，他就算计不到咱们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净身出户的只会是他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哎呦，再过半个小时呀，我儿子就要接管夏氏了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！哎，那夏言，一会儿你回去之后先做一个大扫除，然后再亲自下厨做个8菜一汤。这鉴定结果还有半小时才出来呢，你这就忍不了了，不找好男人啦？哎呀，夏言呐，你长得确实不错，但是这个性格确实是强势了点，不像沈月呀，温柔，还会示弱。等我儿子接管了夏氏，应酬啊自然会变多，到时候身边有些莺莺燕燕的也正常。夏言，你要学会宽容大度，多多照顾那些姐妹啊。这青天白日的，怎么还做起梦了？万一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呢？让开！谁是副展臣？谁是副展臣？老子问你们话呢，哪个是副展臣？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副展臣。就你丫的是副展臣呢？啊，您是？我是谁？老子他妈是你债主！副展臣，你的报应来了。什么债主啊？我就没见过你啊！
干什么呀？我儿子可是夏氏未来的总裁。老子找的就是夏氏未来的总裁。你们3个借高利贷，本金800万，现在利滚利，一共还1000万。这不可能啊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借过你们钱？这上面的是你们的身份证和签字，对吧？副总，准备什么时候还钱？什么呀？我们从来没签过什么字，搞错了吗？妈的，还想赖账？哼！今天要是不还钱，老子把你腿打断！没天理了呀！你们明明是看着我这个老太婆好欺负，故意讹诈我们呀！我敲诈勒索？大哥，你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我们真没借过高利贷。放娘的狗屁！没借钱，你的迈巴赫是从哪里来的？迈巴赫，表姐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们都误会了，孕妇不适合坐法拉利，我已经提前买好了迈巴赫。我知道了，是你拿买车当借口，用我们身份证借的高利贷。夏言，你竟然敢算计自己的老公！夏野，那我还一口一个表姐，拿你当亲戚看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狠毒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傅展成，你凭什么这么自信的认为你可以软饭硬吃，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三啊？儿子怎么会娶了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就算你让我们欠了高利贷，又能怎么样？展成好歹也是夏氏的高管，区区1000万，难道会拿不出来吗？傅展成刷的一直都是我的副卡，手上根本没有余钱。展成，副总，你该不会没钱吧？这债要是还不上，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？哥，我有一辆800万的车，拿车抵债行不？老子要现金。行，那我打个电话，我把车卖了。喂，我那个车能卖多少钱？2000。我800万的迈巴赫，你卖2000，你玩呢？你的迈巴赫是辆2手事故车，上面还带着4条人命呢，我抽2000就当收废品了。这辆挂牌800万的2手车，我可是整整找了1个月呢。我用你们的身份证信息贷款了800万，也算是补偿我这5年不幸的婚姻。夏言，你和展成可是夫妻啊，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呀？夫妻？他出轨我表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我们是夫妻？夏言，你吃醋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要不这样，你把这1000万给我还了，等我接手了夏氏以后，我把你依然当妻子一样对待。傅展成，你还真是普通又自信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喜欢你一个年老色衰、腹肌又久久归一的人？你够了！老子是来要账的，不是来看家庭伦理剧的。这钱你到底还不还？这钱到底还不还？大哥，实在是没钱了。这钱是夏言借的，你们要讨债，去找他呀。就是，这钱我们可不还，你要找就找夏言要钱去啊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老子是傻子呀？谁签的字我就找谁。今天这钱要是还不上，哼，咱们就白道子进，红道子出。哥，冷静冷静！我那个亲子鉴定报告马上出来了，只要出来，我就可以接管夏氏，区区1000万，手拿把掐。对，这钱我们肯定会还的，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冲动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
只要孩子是我的种，咱们马上就翻身了。翻身？我看你们这辈子也翻不了身。夏言，亲子鉴定报告马上就出来了，你就后悔吧你，是吧？后悔的人只会是你。少废话，到底还不还？夏总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夏言呐，刚才给你机会你不要，现在我马上就是夏氏的总裁了，你在我面前就是脚底下的烂泥。夏言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傅展辰，你高兴的也未免太早了吧？万一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呢？沈月，只有我一个男人，肯定是我亲生的呀。就是，这孩子呀是试管做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？如果你现在向我们求饶，我还可以让我儿子在你净身出户的时候多赏你点钱。谁净身出户还不一定呢，咱们还是先看鉴定报告结果吧。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好，那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。上辈子的债，就在今天做个了结吧。那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。展辰，我不要。你怕什么呀？你马上就要当总裁夫人了，还把结果给展辰呀？你这么害怕，这孩子会不是亲生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沈月只是太紧张了。够了！你们是真以为我很闲是吧？夏言，我马上就是夏氏的总裁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可能？看把你高兴的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儿子，以后你可是要接管夏氏的，以后做事要沉稳一些。怎么，你也高兴的说不出话了？这孩子明明是试管做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不是我儿子的种？你个小贱人，是不是逼着我儿子逃人了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没有？那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就是因为这个孩子，我继承不了夏家，还倒欠1000万。我也不知道，道理说做试管不会出问题的呀。试管不会出问题，你会出问题。这个孩子是不是你乱搞出来的？没有，不是，是夏言搞的鬼。这孩子肯定是被他换掉了。是吗？出来吧。夏总，就是这个女人把我的孩子换走了，我怀着这个羊宝宝才是她亲生孩子。夏总，就是这个女人把我的孩子换走了，我怀着这个羊宝宝才是她亲生孩子。他胡说，这是陷害！展辰，你千万不能相信啊！是吗？对啊，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我怎么敢做亲子鉴定啊？这一定是夏言的设计，他陷害我们。夏言，你先是用我们的身份证去借高利贷，现在又换走我的金孙，你这女人心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夫人，您放心，只要换了这个孩子，副总肯定不会知道您生了个羊宝宝。很快，我就是总裁夫人。你怎么有这个视频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医院是夏氏的，我身为夏氏总裁，当然有权利调监控。贱人，你不仅出轨，你还找个黑哥们儿！
贱人，你不仅出轨，你还找个黑哥们儿！战神，我没有出轨。这么信任你，不惜和老婆决裂，你看看你给我生个什么玩意儿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出来了是个洋宝宝，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一定是他，是三爷，他是陷害我们的，你相信我，相信。孩子偷偷调换了。现在鉴定结果也出来了，这钱也该还了吧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他勾引我，就是他，我还爱你，我非常爱你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还不起债，死到临头，所以害怕了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合，我以后都不要孩子啊！谁说我不要孩子？什么？你以为我没为你做事吧？死不到3个月，孩子就自动掉了。医生说是男方不行。人琛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。死不到3个月，孩子就自动掉了。医生说是男方不行。人琛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？天哪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为了不伤你的自尊，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傅展成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就连流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扛过去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得到原谅。夏野，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孩子有问题，那当初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孩子当夏氏的继承人？因为爬得越高，就摔得越狠。先让你们满怀希望，等真相揭穿的时候，就会更加痛。我很确定避孕套就是展成的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换掉了避孕套？你放屁！夏言能知道你偷他避孕套吗？这个小贱人，明明就是你出轨了，还死不承认！夏言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我让他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不敢！夏言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我让他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不敢！你原谅我。对，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拿你当亲生女儿讨啊！放开我！你们刚刚还在跟沈月在那情真意切，现在为了利益，又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你们母子俩终究爱的就只是自己。夏言，我跟沈月只是玩玩，跟你才是真爱。我没你我怎么活呀？我。对，展成呀也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惑住了，他现在已经清醒了。我保证以后让他好好跟你过日子啊，要不然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还呀？你们死心吧，钱我1分都不会帮你们还。我呸！我以前真是白疼你了。夏言，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对，明天我们就去离婚，而且按照约定，你们俩还得净身出户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们现在还没有离婚呢。我欠的钱都是夫妻共同债务，这个钱你不还也得还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们现在还没有离婚呢。我欠的钱都是夫妻共同债务，这个钱你不还也得还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钱你不还也得还。你们为了照顾沈月，不惜暗中挪用夏氏的财产，而我走的这笔债，刚好就是你们挪用资金的那张卡。你早就知道了。对啊，我还得感谢你，把账弄得这么清楚。现在这笔债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都是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还是夏氏的副总，我不可能欠那么多钱。
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啊！勾引我儿子！勾引？傅展臣，你腰有多高贵啊？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，还让我去做试管给你生儿子！我们一个图钱，一个好色，谁要比谁高贵？真是一出好戏！够了！现在下市跟你们也没关系，那这1000万的高利贷你拿什么还？真是一出好戏！够了！现在下市跟你们也没关系，那这1000万的高利贷你拿什么还？哥，我真没钱了。怎么还想耍赖？来人，是。哎，没钱，我就把你拆开来卖。哥，我还，我肯定还。给我3天时间，就3天，我保证还。好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后，如果你还不上，那后果不是你们能承担的。兄弟们，走！是你那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母子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你那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母子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展臣，高利贷是我们2个人借的，如果你把我打死了，就得一个人还债了。夏言，你别得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是先关心自己能不能还得上这笔债。夏言，你究竟做了什么手脚，竟然让我生出一个洋宝宝？沈月，石明自先生就在医院，难道你不想让他们父子见一面吗？说什么？难道是你偷偷换了避孕套？是你，夏言，你害死我了，都是你！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，你还是先关心自己能不能还得上这笔债吧。如果还不上，不得好死的人肯定是你。沈小姐，能讲一下您此刻的感受吗？夏言，今天的屈辱，我一定让你加倍偿还！哎，夏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东西都丢出来了？傅展臣，我身为你即将要离婚的妻子，当然有权利提前帮你收拾好行李啊。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夫妻其实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为了钱。哈哈哈哈哈！傅展臣，上辈子我也曾这么卑微的求过你，可你却残忍杀害了我。对，我已经不是那个恋爱脑圣母心了。既然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绝，那就别逼我们狠心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既然你不想让我成为夏氏的继承人，那我就只好自己想办法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既然你不想让我成为夏氏的继承人，那我就只好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儿子呀！夏言，你不讲武德呀你！
们以为还是那个是你们拿捏的夏言吗？夏言，我跟你拼了！夏总，您没事吧？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没事。他们之前这样羞辱您，现在还想对您人身攻击，夏总，我看没必要再给他们留机会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夏总，我们要不要现在报警，把他们通通抓进去？夏总，我看没必要再给他们留机会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夏总，我们要不要现在报警，把他们通通抓进去？行不行？我们要进去了，我儿子一辈子都毁了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那个，刚才我就是看你脸上有点脏，我想给你擦擦。对，夏言，我刚才也是看展生被打，一时情急乱了方寸，不是故意伤害你的。表姐，我们好歹都是亲戚，你就不要报警好吗？想让我放你们走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只要你们在这个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上字儿，我就放你们离开。战成，不能签，这协议一旦签了，我们真的就1分钱都拿不到了。对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傅展成，你确定不签字？对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傅展成，你确定不签字？我可能签不了了，我有点不太舒服。对，展成现在不舒服，没法签字啊。对，这可不是我们故意不签的啊，实在是你下手太重了。行啊，签不了也可以，可以按手印。夏总，我没带印泥啊。连印泥都没有，怎么按手印啊？是啊，这事儿还是改天再说吧。不可能啊，这就是天注定的，上天都不愿意让咱们离婚的。天注定，那我偏要逆天而行。傅展成，今天这个离婚协议你是签订了。No，今天这个离婚协议你是签订了。No，什么呀？你怎么动手杀人啊？傅展成，现在你已经净身出户了。你就是疯子！现在你们跟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你有没有眨眼睛？我一砸你怎么办？砸的就是你们这群吃软饭。夏言，你害我变得一无所有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个夏言太恶毒。展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都这时候了，哪还有办法呀？其实我倒是有一个狠办法。夏总，您终于摆脱这群吸血鬼了，我真为您高兴。都怪我当年恋爱脑，非要嫁给傅展成那个凤凰男，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时光。不过夏总，您虽然让他们净身出户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惩罚还是太轻了一点。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就让他们这么进去，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。难道夏总您还留着后手没用？他们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我，而我只需要在暗中看着，等时机成熟，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不愧是你。夏总，不好了，有3个人在公司门口闹事，还拉了个横幅辱骂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夏总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我们有好戏看。抵制下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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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沈月实名举报夏氏总裁夏言不能生育，利用我借腹生死。等孩子出生完之后，又不认账，还污蔑我是小三，把我们母子赶出家门。各位，我是夏言的前夫，我实名举报，他用我的身份证借下高利贷，榨干我所有的价值以后，把我扫地出门。我儿子跟夏言结婚5年，为了夏氏是兢兢业业呀。可夏言为了霸占财产，硬要说我儿子是婚内出轨呀。真的假的？夏总不能是这样的人吧？你们看，夏言为了让我儿子净身出户，用刀划伤了我儿子的手指，逼着他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下了血印儿呀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夏总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夏总是个这样的人。夏总，你要不要先回避一下？加害者戴着面具狂欢，受害者却要躲起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你们找我有事儿？夏言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夏言，你说你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收留我当保姆，我由衷的感谢你。可没想到，你在等我孩子出生之后就出尔反尔。夏言，你污蔑我吃软饭也就算了，你让我净身出户也算了，可是我作为你的前夫，最看不惯的是你假借着帮助的名义去做不法之事的行为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以为这是污蔑，还有这和服，还不赶紧撤了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你怎么敢推我？你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有推你。夏言，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就行，为什么要对着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动手？哎呀，你们快看呀！夏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都敢动手，哎，有没有天理了？夏言，虽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可是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啊！你非要仗着你是总裁就仗势欺人吗？夏言，赶紧给沈月道歉！不可能，这世道，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高人一等？我们这些没钱人就活该下贱吗？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人生而平等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夏言，你今天必须给他们道歉。人生而平等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夏言，你今天必须给他们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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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能不能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？你还要说什么？有同情心是好事，但同情心不能被恶人利用。你们敢不敢说自己是为什么被赶出夏家？我们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夏言，你怀不出孩子，利用你对我的恩情，求我帮你做试管，怀上你老公的孩子，我天真的同意了。可没想到，这是彻头彻尾的一场阴谋。夏言为了独占财产，用这个孩子污蔑我和沈月有染，然后让我背上巨额债务，净身出户。你看我的母亲这么大年纪了，也被扫地出门的。夏言，我以前可是拿你当亲生女儿疼呀，可你呢，心咋这么狠呀？为了钱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夏言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今天必须把事情解决掉，否则我们将抵制购买夏氏集团的所有产品。对，抵制，抵制。否则我们将抵制购买夏氏集团的所有产品。对，抵制，抵制。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，你们就信了？事到如今，他还在狡辩。夏言，只要你帮我们还清了债务，然后再给我们道歉，还我们一个清白，之前干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对，以后你还是妈的好女儿啊！你做梦！
这个女人真嚣张，不把底层人放在眼里。你今天必须道歉，还要跪地认错，要不然你们夏氏集团的所有东西，我们将不再购买。对，好啊，只要你们能证明这是真的，我就给你们磕头认错。别怕，你们把证据拿出来，我们替你们做主。有我们在，夏言不敢把你们仨怎么样。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可千万别激动啊！证据早就被他给毁了，他这么说，无非就是想羞辱我们罢了。夏言，你难道要逼死我们，你才能放心吗？沈月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是啊，你要是死了，这孩子怎么办呀？我的清白早就被夏言他给毁了，我不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！你们不要拦着我，我想死！你闹够了没？我不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！你们不要拦着我，我想死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她都要自杀了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冷血？简直是个女魔头！我看该死的人是她。对，你们别胡说，我们夏总是清白的，他才是受害者。别拦着我，让我死吧！像我这种底层人，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。耽误了我儿子这么久，就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补偿给我们。夏爷，只要你死了，夏氏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真要这么对我？夫妻，我要是一开始接近你，就是为了钱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要让这些人血债血偿。别拦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死吗？那我成全你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死吗？那我成全你。夏言，你疯了！你们看，夏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都敢杀人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？这种法外狂徒就应该抓进去。不对，抓进去！你们看清楚，这把刀是假的。这好像是把塑料刀。难道是沈月在假装卖惨？我很开心你们能这么正直善良，但如果你们的同情心被恶人利用，就会变成刺向别人的刀刃。夏言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戏演的不错，这是我赏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你们的遭遇我都知道了，确实很令人同情。你是？我是一名主播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。你是？我是一名主播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。你竟然有30万粉丝！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能否借一步说？各位，咱们今天就先散了啊！谢谢大家。我这个人平时嫉恶如仇，生平最讨厌夏言这种仗势欺人的有钱人，所以我愿意帮助你们揭露夏言的罪行，保护你们的合法权益。对，我们一定要让所有人看清楚夏言的真面目。我们受点委屈啊，无所谓，主要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曝光出去，让夏言这种黑心企业家得到惩罚，肃清社会上这种歪风邪气。主播，
你要为我们底层人发声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想要一个公道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让夏言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夏言，你以为把债务甩给我呢，就能万事大吉了吗？做梦！这回我要让你跪在地上，哭着求我原谅。夏言，你以为把债务甩给我呢，就能万事大吉了吗？做梦！这回我要让你跪在地上，哭着求我原谅。我有一计，到时候你这个怎么着。小伙子，你让我们往脸上涂番茄酱是什么意思？到时候啊，你们就在直播间卖惨，说夏言记恨你们带头到门口闹事儿，然后找人把你们打了一顿。你这个主意好呀！但是夏氏做了不少慈善，在社会上风评也很好，咱们这么做，他们能信吗？知名慈善家暗地里却指使混混打人，反差才有流量，对吧？而且公众是很愚蠢的，只要你们表现得够惨，然后再买上几个黑热搜，自然有人替你们冲锋陷阵的。真的吗？怎么感觉这个主播和我一样不靠谱？而且到时候事情闹大了以后，夏言没准迫于舆论压力，还会把夏氏集团交给你们呢。我的账号因为恶意煽动观众情绪被封了半年，刚解禁，现在正愁没流量，这家人就送上门了，简直是天助我也！如果你们考虑好和我合作了，就把这份合同签了吧。儿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难道你不想夺回夏氏了？可是呀，放心，待事成之后，直播的收益我们对半分。对半分？那你有30万粉丝，直播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少礼物吧？别说是直播了，到时候热度上去了以后，咱们还能开直播带货，狠狠赚一笔呢。展晨，快签吧，你别犹豫了。咱们欠了这么多高利贷，要是还不上，那些小混混肯定会把我们腿给卸掉的。行，我签。好了，好，到时候你们哭得惨一点，那我们就明天见。我沈月实名举报夏氏总裁夏言利用我借腹生子，在我孩子生下之后又不认账，还污蔑我是小三，把我们母子俩都赶出来。我实名举报我的前妻夏言独吞婚内财产，恶意造谣我和沈月，说我们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还拿我们的身份证借下巨额的高利贷。你们昨天不是来过了吗？今天怎么又来了？那你们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本来我们只想求个明白，谁知道夏言这么过分，他忌讳我们昨天在公司门口闹事，就找人帮我们打了一顿。什么？夏言自己做错事还跟找人打你们？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对，客气。夏言，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他打我们大人不要紧，我的孩子刚出生，昨天晚上被吓得哇哇大哭，今天早上一看，脸都黑了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才想到用直播的方式去给自己讨一个公道。他连孩子都不放过，抵制夏氏，抵制夏言，抵制夏氏，抵制夏言。各位，夏氏是慈善企业，如果夏言愿意给我们道歉，并且偿还债务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在夏氏做了这么多年慈善的份上，既往不咎。表面上做慈善，实际上却肆意殴打底层人为乐，简直是虚伪。对，夏氏有夏言这样两面三刀的总裁，夏氏的产品我们怎么敢买？夏言滚出夏氏！滚出夏氏！滚出夏氏！夏氏！你们看，夏言终于来了！
你这个坏女人，居然还敢过来！给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？不可能！夏言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，求你放过我和我的孩子吧。夏言，你别过来啊！你们不要怕，有我们在，夏言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你们直播的画面我刚刚都已经看了，说的话我也听见了。既然你们想闹这么大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夏言，你要给我们什么交代呀？只要你们能拿出证据，证明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我就帮你们还清债务，公开道歉，并且让你做夏氏继承人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夏言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对啊，你们拿出证据，这可是全国直播，不怕夏言反悔。我可以作证，我亲耳听到夏言说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会把沈月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，还让这个孩子继承夏氏集团。我要的是证据，可不是空口无凭的一句话。谁说我们没有证据？老公，你不用瞒着我，我表妹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很开心。富家3代单传，总不能因为我生不出孩子就断了香火吧？老婆，你真不介意？我当然不介意。表妹，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拿他像亲骨肉一样对待。我不会赶你走，我还会找全城最好的保姆照顾，让你顺利生产。夏言，这下看你还怎么抵赖！实在太过分了，居然利用亲戚关系诱导无知少女借腹生子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孩子是夏言诱导我生的，所以这个孩子就应该继承夏氏。仅凭一句话，怎么能证明是我诱导沈月借腹生子？你们看，这个女人到现在还在狡辩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！丧尽天良！夏总小姐，夏总，董事会打电话说直播的影响很大，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在抵制夏氏的产品，夏氏的股价大幅度下滑，董事会那边希望你尽快解决。我知道了，证据我也有。夏言，这个家的一切很快就是我的了。如果真的是我诱导沈月借腹生子，那他又为什么要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悄悄潜进来偷避孕套呢？傅展辰，不是只有你会偷偷录。我重生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卧室里装了针孔摄像头，就是为了拍到沈月偷避孕套的场景。怎么还有人偷避孕套？太恶心了！不过夏言说的也有道理，如果是夏言让沈月生孩子的话，沈月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做试管啊，何必要去偷啊？如果不是你让沈月怀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高薪聘请一个保姆自己在家养胎呢？就是，你明明就是对我别有所图，所以想利用我生孩子。沈月，你讲点良心。我身为你的远房表姐，看你自己来大城市打工辛苦，所以才高薪聘请你，一个月足足给你2万。2万？夏总，您家还缺保姆吗？你就是为了方便日后下手，所以想博取我的信任。对，当初他就是这么迷惑我们，害得我们现在欠下1000万的高利贷。原来夏总口中的2万高薪只是个诱饵罢了，真正的目的不过是骗取信任，然后套用信息借高利贷，供自己日后花天酒地。我花天酒地？沈月说自己怀孕需要用车，做产检不方便，这些钱全都用来买车，我1分都没有。你们看清楚，这上面到底是谁的名字？
你们看，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这上面确实没有夏总的名字，这事儿怎么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啊？那夏总，他们说你在孩子出生前答应他做夏氏的继承人，那孩子出生后你又反悔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果这个孩子是傅展成亲生的，那我自然会让他继承夏氏。可问题是，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傅展成亲生的。你胡说，这孩子就是展成的。没错，试管出来的孩子当然是我亲生的。视频里清清楚楚的显示，沈月拿的就是展成的避孕套。你别听他妖言惑众啊！当我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就咬死不做亲子恋，那这孩子就是亲生的，这样就可以煽动舆论的力量，让群众逼夏言让出继承权。你们为了钱，还真是什么都认得下。你们敢不敢让大家看看这襁褓里的孩子到底长什么样？夏言，你好歹毒的心，你要当众对孩子下手吗？对，你别碰我孙子！我怎么可能蠢到当着大家的面去伤害这么小的孩子？倒是你们一直在襁褓里捂着这个孩子，该不会这孩子有什么问题？怎么可能？对呀，只要把襁褓打开看一看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你为什么不敢打开？难不成没有孩子？他们是为了流量弄了个道具来戏耍我们？哇，真是个洋宝宝！哎呀，赚了赚了！哎呀，这回流量赚大了！哎呀，哎，不许判，不许判，这跟之前说的不一样啊！你当我真想帮你申冤呀？豪门软饭男一要认小三的外国野种当爹，傅展成，你这个绿帽男的称号火遍全球了！这个无良主播，出去直播！这家人嘴上说自己是受害者，实际上满嘴谎言，太恶心了。他们就是利用我们，煽动我们的情绪来对付夏总。我的设备，我的设备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有人举报你恶意煽动对立情绪，还污蔑网暴他人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直播打赏的钱呢？账号都封了，钱当然提不出来了。没了，钱没了。夏言，原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计划，却故意不揭穿。就当我们以为要胜利的时候再戳破，你真的是太狠了。是我又怎么样？明天就是还钱的日子，与其操心我，还是多担心你们自己吧。贱人，现在全没了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爸妈，这辈子我终于守住了公司。若是你们泉下有知，应该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吧。夏总，跟踪傅展成的人说，他们买了凶器，正朝您家这边过来。夏总，要不要我替你报警？不用了。傅展成，沈月，上辈子你们夺我公司，害我性命，今天就让这一切做个了结吧。夏言，凭什么你还是高高在上的总裁，而我一无所有，沦落成乞丐？这都是你害我的！结束了，赶紧走吧，走走。
陆展辰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夏言，把钱都交出来，杀了你！只要我们拿到钱，就会离开。你休想找到我们。钱都在箱子里。警察！夏言，这是你设计好的。我还得谢谢你，自投罗网。夏言，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为什么就不能把公司给我呢？夏言，凭什么我们都是亲戚？你是下属的总裁，而我却只能是个保姆。不服，我不服！公司是我耗尽心血亲手打拼出来的，是靠吃软饭得来的。如今是你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把他们抓起来！上辈子的债终于还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